卡尔曼综合症是一种以青春期延迟或缺失以及嗅觉受损为特征的疾病。其症状和特征，相信你们从其他医生或老师那儿已了解过了。除了临床上治疗外，我相信你们也会想多了解是否能从基因上诊断及避免下一代患上遗传性卡尔曼综合症。最新数据显示，有大约30%的卡尔曼综合症病人是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的，超过20个基因突变是卡尔曼综合症有关。最常见的病因是 ANOSE、CHD7 和 FGF8 的基因突变，它们的遗传方式如下：第一 ，X 染色体遗传式；第二，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式；和第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式。那我们先探讨 X 染色体的遗传式。我们都知道，男性有一个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而女性呢就有2个 X 染色体。从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正方形是属于男性，圆形是属于女性，全黑的是属于病症者，而全白是属于无症者。半黑和半白那是属于带原者。从这一个例子呢，如果女方是属于带原者，而男方是无症者的话，那女方其中一条 X 染色体是带有基因突变的染色体。如果她怀上男胎的话，50%的几率，那男胎是无症，而其余的50%是病症。如果她怀上女胎的话，那50%的几率，那女胎是无症，其余的50%是带原。第二种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式，在这个例子呢，男女双方各带有一条基因突变的染色体，在这种遗传式下，他们会有25%的几率怀上病症，25%是属于无症，和其余的50%是带原者。这种遗传式是不分胎儿性别的。第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式。显性遗传式意思是说，只要有一个染色体是有基因突变的话，那这个人就是病症者。在这个例子呢，不管是男方或女方其中一方是病症者的话，那他们就会有50%的几率会是无症，50%是病症。同样，这种遗传式是不分胎儿性别的。如果我们知道病源是来自基因突变，要避免下一代有同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经过 IVF 的途径筛选出没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卡尔曼综合症的胚胎。第一步是促排，促排过后，卵子会从卵巢取出，之后卵子和精子在体外受精。受精后的胚胎会培植在胚胎成长观察器里。从这个观察器里，我们可以观察到胚胎每一个细胞分裂的步骤，从1颗细胞变2颗细胞，2颗变4颗，4颗变8颗，到最后它们会进化成囊胚的阶段。当胚胎进化成囊胚后，我们就会进行活检。活检呢，就是从这囊胚上取出大概4颗到5颗细胞，以进行检测。这一个是化验后的结果。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从左边开始，蓝和红的染色体呢是属于爸爸的，黄和青是属于妈妈的，而他们的孩子是蓝和黄，蓝是源自于爸爸，黄的染色体是属于妈妈。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是属于病症者，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资讯来筛查其余的胚胎是否他们是无症、带病或者是病症的胚胎。这一对病人有5颗囊胚，11、12、13、14和15。从这个结果显示，11是属于无症，12、13、14是属于带病，而15是属于病症的囊胚。在这种情况，我们是不会植入有病症的囊胚，而首选就是11无症囊胚。这个技术叫 PGT-M Carrier Mapping。生丰在马来西亚是唯一一家拥有这个技术的助孕中心。这个技术呢，只需进行1次活检，就可以筛查出多种遗传疾病。当然，我们必须要有这些遗传疾病的报告，才能进行筛选。这个技术不只可以筛查基因的突变，同时也可以筛查染色体的数量及结构，以提高着床率。
对于想要进行基因突变筛查的病人，我们只需要2个事项。第一，就是病人丈夫或者是他们的孩子的基因报告，还有就是他们的 DNA 脱核糖。有了这2个事项，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筛查了。最后，希望这些资料可以让你们了解，除了治疗病症外，我们还可以以基因方面排除带有基因突变的胚胎，选择最具有着床潜能的胚胎，这也可大大减低下一代患上卡尔曼综合症的风险。谢谢。